今天是228事件满75年的日子。我们所在的基隆港边是当年军队登陆的地方。75年前的3月8号，军队镇压基隆过后，隔天起，遍及全台的清乡镇压就开始了。根据估计，当年的3月8号到16号，基隆就有2000多人受难。这些受难者除了地方士绅之外，也有学生以及在码头、船坞、矿坑工作的劳工，当中有许多人很年轻就断送了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对基隆人来说，基隆的228纪念日实际上是3月8号这一天。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早在30多年前，基隆人就努力争取228的真相。这几年来，除了每年的追思活动，基隆的年轻人以行动剧重现当年的场景，市政府也陆续移除了公共空间的威权象征。这些经验都再次的说明，转型正义的工程需要政府和民间，也需要年长者和年轻人一棒接一棒，一起携手来努力。在228事件满75年的今天，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即将要迈向下一个新里程。就在今年5月，促转会将会提出运作满4年后的总结报告，完成阶段性的工作。这份报告中将会呈现威权时期侵犯人权的加害体制到底是如何的运作，也会针对台湾社会如何持续落实转型正义，如何深化民主，提出具体的建议。在促转会完成调查和规划的任务之后，我们将提高层级，由行政院来扛起执行的责任。前几天，我们苏院长也宣布了，将在行政院成立推动转型正义汇报，并且亲自担任召集人，搭配院本部所新设立的人权与转型正义处，要带领各部会持续把转型正义的理念、思维具体的落实到行政的作为当中。我非常希望，在民主已经足够稳固，也受到国际肯定的台湾，包括朝野政党和社会各界，都可以用理性、成熟的态度，一起朝着最有助于我们民主发展的方向，来继续落实转型正义的工作。最近这几天，国际情势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乌克兰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民主自由而团结奋斗，抵抗侵略。他们坚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自由民主的决心，相信让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动容，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支持乌克兰的力量。一个团结的国家才能面对变局，克服挑战。作为总统，团结台湾，保卫民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我们会持续的密切因应国际的情势。同时，我要告诉大家，不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民主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团结是我们唯一的方法。追求团结不等于要忘记过去，相反的，我们更要铭记走过的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台湾今日的民主绝对不是理所当然。
这样我们才能够珍惜当下，团结彼此，一起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我要谢谢许多的前辈、家属和民间团体，长期的督促政府，给我们理解、支持和建议。我相信，一个愿意面对历史、从错误中反省的国家，必定也会是一个拥有坚强韧性、能够坚持民主的国家。这是转型正义对于台湾民主的意义，更是台湾人共同的使命。让我们继续来努力。谢谢大家。